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多媒体组件里边的这个图片选择框这是多媒体这个组件里面唯一的一个选择类的组件。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讲播放类的组件。那么播放类的组件有3个，一个叫音频播放，一个音效播放，还有一个视频播放。我们今天呢就来讲最简单的这个音效播放。好，我们现在把它拖到我的这个项目里面来。大家注意看，这个音效播放器呢，它自己自动的落在了这个非可视组件这个区域它就是能够实现一些功能，但是它没有跟用户进行交互的这个窗口，它是一个非可视组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音效播放器它有哪些属性可以设置。一个叫做最小间隔，这是毫秒。这个属性的意思就是说，我2次音效播放之间呢是要有一个间隔的，就是间隔，就是不能够连在一起播，它总要中间要有个暂停，这个有个空的这个时间，这个空的时间呢就是这个最小间隔它是毫秒，单位是毫秒。然后呢，它还下一个这个属性叫原文件，这个原文件呢。现在呢，你点开以后呢，你看不到有任何可设置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呢，需要我从这个素材这个地方呢上传上来。比如说，我们上传一个叫 music 的这样一个文件 ，music 1.mp3然后我们再上传一个呢，是以前用过的这个，叫做 dark.wav。我们上传两个这样音频文件。那么这样的话，当我点这个原文件这个下拉菜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个里边的这个文件名，你就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我们选这个 music 1.mp3这样的话我们就设置好了这个音效播放器的这个原文件。下面呢，这个在设计视图里边，它可设置的属性就这2个。我们下面呢，来到这个编程视图里边呢，看一看音效播放器都有哪些代码。首先呢，它有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叫发生错误时。这个事件呢是新加上来的，是 App Inventor 这个版本里面新加进来的一个事件。我去查找它的这个参考手册的时候，就是 MIT 提供的这个 App Inventor 的参考手册。这个手册里面并没有说明这个事件它的这个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也没有解释这个其他的这个消息是什么内容。这个就整个它的参考手册里没有解释这个事件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呢，这里边我也不讲。我测了一下，我没有测到这个可能发生错误的这个情况这个以后有机会遇到了的话，我们再补充。那么下面呢是这个播放器的5个内置过程。首先呢，你就看这个有一个叫播放的，也就是说有一段声音，我可以让它播放让它开始播放，这个就是一个播放的指令。然后呢，在播放过程当中，我可以让它暂停。一旦暂停了以后呢，我还可以让它恢复，就是继续播放。然后呢，我还可以让它停止。这个就跟咱们家里头普通的那个就是音乐的播放设备是一样的。早期有那个录音机就有这个键，暂停键、停止键、继续键还有播放键。这个对应于这种音频播放这个设备上面的这些个功能。然后最后一个呢是震动。由于我们这个 App Inventor 是开发这个手机应用的，手机呢它就有这种震动的功能，所以呢这个震动的功能就要依赖于音效播放器，或者是下一节课我们讲的这个音频播放器，它们都具有这个震动的这个功能。你可以定义震动的这个时长，这个毫秒数它就会发出那个震动来。这个是它的这个内置过程。然后看下面的这个属性设置。读取属性可以读取到的属性呢有2个，一个是原文件，一个是最小间隔。可以设置的属性也有2个，也可以设它的
最小间隔和原文件。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播放一下，使用一下这些功能哈，然后再来设置一下它的属性。我们为了这个测试方便呢，我们添加一个按钮组件在这里面。在播放里边，我们再加一个这个水平布局，让它的宽度呢是充满。然后我们把这个按钮放在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播放的，有个暂停的，还有一个继续的，还有一个停止的还有一个震动的。这样我们来分别来测这5个功能。这个叫做播放，然后这个文字也是叫播放，然后这个叫做暂停，这个叫继续，然后这个叫停止，然后这个叫震动。有了这样一些的按钮呢，我们就来给这些按钮呢编一些事件处理程序。首先看播放按钮，当播放按钮被点击的时候，我们就来调用这个音频播放器的音效播放器的这个播放的功能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暂停的功能拿出来。当这个暂停的按钮被点击的时候呢，就让它暂停播放。然后当继续按钮被点击的时候呢，就让它恢复它叫做恢复。然后停止按钮被点击的时候，让这个停止播放。然后当震动这个按钮被点击的时候，震动的按钮被点击的时候呢，我们让这个音效播放器发出震动。这个时候要求给一个数，这个数呢是毫秒数。我们比如说就让它震动1000个毫秒，也就是1秒钟。这个程序呢是很简单的。我们下面呢来测试一下这个效果。首先呢，我测试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先点播放，然后呢点停止，点完停止以后呢，我要点一下恢复，看看有没有效果这是一个流程。然后下一个流程呢，点播放，然后点暂停，然后再点恢复，来比较一下停止和暂停这2个功能的这个区别。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测试。首先呢，我们知道已经设了这个音效播放器的原文件是 Music 1。我们先来听一下 Music 1是什么样的声音。这个音乐开头是一段这个好像是焰火的声音，然后音乐就渐渐起来。好，这个时候我没有点任何的键，它自动就停止了。这个就是音效播放器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实际上只适合于播一些短的这个声音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不等它自动停止的时候，我们给它手工的停止。我们现在开始播放，然后我停止，它就停下来了。停止了以后，我这时候继续看，按继续键看有什么效果，没有任何效果这个继续键点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效果，就说明它已经停止了。那么下面呢，我再重新的点播放，然后点暂停，再点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播放，然后暂停，然后再点继续它声音就会继续。这就是这个的差别。停止就是完全停止了，继续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如果是暂停，那么继续呢就会在刚才的那个停的那个点上继续播放。
那么下面再来看看震动，这个震动的功能呢是手机特有的，我不知道这个音量震动能不能够看出效果来。我们来点一下震动按钮，它是有一点声音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录音的设备能不能拾取到这个，就是这样的。那这就是音效播放器的这个5个内置过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音效播放器的设置属性的这个设置最小间隔。这个最小间隔，当你有很多次播放的时候呢，它才会这个最小间隔才会起作用。我们下面来设一下原文件我们当这个播放按钮点击的时候呢，我先设这个原文件。我们这里边有2个音源文件，一个叫做 MP3， 一个叫做 WAV， 一个叫做 DAC.WAV。那么在这个通常呢，如果你有很多个音源的文件需要播放的话呢，那么你在这个播放前呢，需要重新的设置这个文件名。比如说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现在把它设成了这个 DAC.WAV。那么刚才我们播放的是一段那个烟花的那个爆炸的那个声音，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在点击播放的时候是什么效果。这是我们当时讲那个按钮那节课的时候，这个使用过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叫声。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音效播放器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功能和这个使用方法。那么这节课呢，这个内容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节课呢，我们会讲音频播放器。在讲音频播放器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2个播放器的这个差别，再进行一个对比那么这节课呢就到这儿，同学们再见。